年末引爆全网的不是预告，而是被唤醒的情绪洪流。12月，空气本该冷的凝固，却因一段不到1分钟的预告被彻底点燃。原本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又一部古装奇幻剧官宣档期，可当导演徐纪周携手谭松韵、侯明昊2位青年实力演员亮相后，整个网络像被投下一枚重炮。预约人数以每小时几十万的速度暴涨，讨论区不断刷新，服务器几度拥堵。然而，真正让所有人陷入沸点的是那段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预告片。黑雾翻腾的深渊中，一个沉睡百年的妖王缓缓睁眼。侯明昊饰演的红叶，银白色发冠泛着冷光，他抬手扣住谭松韵饰演的逍遥的喉间。那不是简单的威胁动作，而像压了100年、刻进骨髓的愤怒与失落。他低声质问：100年了，你竟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短短10个字，却像锋刃割开观众的心。评论区瞬间炸裂。这不是仙侠，是刀尖上的爱恨。这气场，我反复看了20遍。然而，这场对峙背后隐藏的，并不是单纯的仇与爱，而是100年前未被世人知晓的真相。真正的故事，从预告结束的那一刻，才正式开始。命运从来不会温柔，意外相遇往往埋着伏笔。逍遥，一个看似普通却带着秘密的凡人少女，从没想过自己的命运会因一次误闯山谷而改变。那天，她跌入万妖谷，封印崩裂，黑气如潮水般涌动，沉睡100年的红叶被迫苏醒。她睁开眼时，天地像被压低，那是一种压迫到让人呼吸困难的存在。她的第一眼落在逍遥身上，不是惊讶，不是好奇，而是恨，一种积压100年，因爱生恨，因背叛而疯魔的恨。因为100年前刺穿他胸口的人族公主宁安，与逍遥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容。他至今仍不理解，深爱的人为何在婚礼上举刀，承诺过的白首为何在一瞬间湮灭。这些疑问把他困在100年黑暗中。而当他醒来，看见与宁安极为相似的逍遥，恨意如火山般喷发。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巧合，但命运从来不会安排巧合。强制的不是爱，而是执念撕裂出的伤口。那段锁喉鸣场面让无数网友尖叫，却不是因为刺激，而是因为真实。红叶的指尖扣在逍遥脖颈时，手指微微颤，指节泛白。他的眼眶却微红，不是愤怒，而是害怕。他怕自己再次被骗，怕自己认不清真相，怕100年的等待只是笑话。逍遥在他面前并不顺从，他害怕，却倔强的像一把锋利的小刀。我不是他，你的恨找错人了。他说话时喉咙被压制，声音微弱，却极坚定。那一刻，空气像凝住，红叶的手松了又紧，紧了又松，像在同自己搏斗。这一幕不是情爱戏，更不是夸张的冲突，这是2个被命运推向深渊的人第一次撕开彼此的伤口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们的命运被狠狠绑在了一起。甜与虐并存，2颗破碎的心悄悄靠近。红叶的冷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背叛硬生生磨出来的盔甲。可逍遥不同，他像光，细小却顽强，从缝隙一点点渗进他心里。他会在他修炼时偷偷往他肩上贴面粉，成功后笑得像只偷吃的小狐狸。他会在夜里悄悄看着他，轻轻说：你不是坏，你只是太孤独。他会在他动怒时毫无畏惧，甚至敢反对。你这样是怕我离开吧？红叶永远表面嫌弃，你真是麻烦。可当他掉下山崖，他飞身扑去时的速度比风更快。当他夜里独行，他始终保持10米的距离，默默护着。那些不敢说出口的情感，全都藏在动作里。而观众正是被这种克制的温柔狠狠抓住。真正的黑暗从不是仇恨，而是操控仇恨的人。如果故事只有爱恨交织，那就太简单了。真正让剧情变得危险的是玄机的出现。由赵丽颖饰演的玄机，气场强大的让人心惊。她医术高超，
却善毒；他外表冷静，却心狠手辣；他救人也杀人，都能不带情绪。短短几分钟的登场，却像刺入剧情的一把刀。因为他知道100年前真正发生了什么，他知道宁安的背叛只是表象，他更知道红叶的力量一旦失控，会毁掉整个世界。他不是单纯的反派，他像命运的审判者。每一次亮相都让观众心里一凉。真正的黑暗不是误会，是有能力也有意图操控这一切的人。随着线索逐渐浮现，逍遥终于意识到，他并不是误闯万妖谷，他的血脉、容貌、身上的符印，都指向一个事实：他和100年前的宁安之间有着命运无法切断的联系。而红叶也终于知道，100年前刺杀他的不是宁安的意愿，幕后之手一直在利用仇恨掌控局势。真相落下的瞬间，他没有释放，反而崩溃，因为他爱的人已经死去，而现在陪着他的人却要替前世受罪。那一刻，红叶第一次明白，复仇不能救赎任何人，真正的救赎是放过自己。故事的重量不只在爱情线，人族与妖族的隔阂，100年的仇怨，数位掌权者的计谋，像无形的网，将所有人困在局中。有人为族群牺牲爱情，有人为权力埋葬真相，有人在绝望中挣扎，只为求一线光。这些冲突让故事不再是轻飘飘的仙侠，而是贴近真实的人性挣扎。每个角色都像现实里的人，有伤疤，有执念，有无法跨越的痛。谭松韵一人分饰2角，将灵动少女、坚强女子与亡魂的悲怆诠释得精准又克制。她眼神的转变，呼吸的细节，情绪的分层，让人物立体的像真实存在。侯明昊则把红叶的愤怒、破碎、犹疑演得入木3分。他的眼睛常常比台词更有力量。他不是在表演一个妖王，而是在经历一个男人如何在100年仇恨与重新爱上一个人之间挣扎。2人的对手戏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弦，你知道它可能会断，却又忍不住盯着不放。为什么全网会被这部作品吸引？因为它讲的不是奇幻，而是现实中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情绪。爱需要勇气，恨需要代价，而和解需要更大的力量。我们都误解过别人，也被误会过。我们都曾在黑暗里挣扎过，渴望有人拉我们一把。这部剧集中人的从来不是宿命2个字，而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一个曾经伤害你，却也可能爱你的人。它让我们看见，有些伤要自己愈合，有些人必须放下，但总会有人愿意陪你重新开始。我愿意相信你。感谢你能读到这里。如果这段故事让你产生共鸣，让你想起某段经历、某个名字、某次痛过又愈合的记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你的每一次评论，每一次分享，都是推动我继续创作的力量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。我们下次再见。